及大陸的冰層之下，藏着一片被封存了數千萬年的河谷大陸。你是不是以為這有可能是地心文明存在的地方？先別急，聽我給你慢慢講述。這可不是傳說故事，而是發表在《自然科學》上的真實研究。2023年，一支國際研究團隊在 Nature 上發表研究，宣布他們在東南極冰蓋下方識別出了一片保存異常完整的古代地貌。它位於東南極內陸，被研究人員稱為 Highland。這片區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山谷，而是由3塊巨大的高地組成，每塊高地長度都超過120公里，三者之間被寬達約40公里的深槽分開。如果把它們重新拼接起來，這片古老地表的面積超過 3.2 萬平方公里，長軸約300公里。高地下方分布着大量彎曲的山脊、主河谷與支流河谷，其中一些谷地長度達到數十公里，整個網絡像樹枝一樣不斷分叉。正是這種複雜的樹枝狀結構，讓科學家意識到，這不是今天的冰川隨意刮出來的痕跡。極冰下的這些谷地保留着典型的古代河流特徵，也就是說，在南極被冰封以前，這裡曾經真的存在過一套完整的河谷大陸。歡迎來到探索地球的第1期——南極河谷大陸。今天的南極洲是地球上最寒冷、最乾燥的大陸之一，但南極並非一直如此。在更遙遠的地質年代，南極曾經屬於冈瓦納大陸的一部分，並與澳大利亞相連。隨着大陸逐漸分裂、漂移，南極開始向南極點附近移動，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它仍然沒有被今天這種巨型冰蓋完全覆蓋。真正的轉折大約發生在距今3400萬年至3350萬年前的始新世紀到漸新世紀的交界處。那時，全球氣候進一步變冷，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下降，環繞南極的海洋通道也逐漸發生變化，廣泛的南極冰川由此開始形成。但這並不意味着南極在某一天突然全部結冰，最初出現的可能只是高山上的局部冰川，它們沿着原有河谷緩慢流動，繼續侵蝕谷底，將一些河谷加深到數百米，並塑造成寬闊的 U 型結構。此後，冰川範圍不斷擴大，局部冰帽最終連接成覆蓋大陸的巨大冰蓋。論文推測，這片古代地貌最後一次經歷明顯的山谷冰川侵蝕，至少發生在1400萬年前。它甚至有可能在南極大規模冰蓋最初形成以前，也就是約3400萬年前，就已經擁有了主要輪廓。這意味着，這些河谷最後一次真正暴露在空氣和陽光之下時，地球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那時，河流可能曾從山坡間穿過，地表可能存在土壤、岩石以及適應當時南極氣候的生態環境。但目前沒有人能從這片具體區域取回岩信或沉積物，因此我們還不能確定那裡曾經生長着什麼，也不能把它描述成一片已經證實存在森林和動物的土地。更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冰層下方存在城市、遺跡或者所謂的地心文明。不過，僅僅是河谷本身就已經足夠震撼，因為一座人工城市或許能保存幾千年，而這些山脊與河道可能在黑暗中完整沉睡了數千萬年。但這裡還有一個更反常識的問題：為什麼移動的冰蓋沒有把它徹底磨平？要知道，冰川從來都不是靜止的，它們會在自身重量作用下不斷变形、流動，底部還會携帶碎石，像一台巨大的砂紙機一樣刮削地面。很多曾經被冰川覆蓋的地區都留下了被磨平的岩石、被拓寬的谷地和巨大的冰石痕跡。那麼，南極這片河谷為什麼能夠保存如此漫長的時間？這個關鍵就在於冰蓋底部的溫度。有些冰川底部接近熔點，存在液態水，這樣的暖底冰能夠在岩石上滑動，侵蝕能力很強，會不斷切割和改造下方地形。但覆蓋這片古代河谷的冰很可能長期處於冷底狀態，它的底部被凍結在岩石上，沒有大量液態水，也不會快速滑動。如今，這片高地上的冰流速度每年不足5米，冰蓋更像一層牢牢凍結在地面上的保護層，而不是一台持續工作的推土機。那些河谷因此被直接封存在冰下。冰蓋一方面讓它永遠失去了陽光，另一方面卻也隔絕了風化、流水與人類活動。它並不是在冰下被保存得越來越新，
而是從被冰封的那一刻起，就幾乎沒有繼續衰老。更加震撼的是，後續研究發現，這片300公里長的古代地貌，可能只是一幅更大地圖的局部。2025年發表在《自然地球科學》上的研究，科學家利用冰穿透雷達，在東南極長達約3500公里的冰蓋邊緣下方，識別出大量異常平坦的古代地表。其中一些地貌可能形成於8000多萬年前，當時東南極與澳大利亞仍然相連。研究人員認為，大型河流曾經長時間冲刷這些地區，將它們塑造成廣闊的古代平原。此後，南極被冰覆蓋，這些地表又在冰下保存了超過3000萬年。這改變了我們對南極洲的想象。這些地形甚至仍在影響今天的南極冰蓋。高地能夠像剎車一樣減緩冰流，而深層則會引導冰川更快地流向海洋。想要預測南極未來怎樣融化，能夠造成多大規模的海平面上升，就必須先弄清楚這片看不見的地表究竟長什麼樣。所以，科學家研究的並不只是一個遙遠的地質遺跡，這片沉睡在冰下的遠古大陸，仍然在決定現代冰川如何移動，也可能影響未來全球海岸線的命運。我們今天看到的南極洲，只是這片大陸漫長歷史的最後一針。在白色冰原下面，還保存着另一個地球，它沒有傳說中的地下城市，也沒有地心文明留下的燈光，但它擁有一種比傳說更加震撼的真實。地球上最後一片從未被人類親眼見過的古老大陸，就埋在南極的冰層之下。